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你是不是受够了京都爆满的观光人潮？你想去京都周边远离人潮的景点吗？游客稀少，就代表这里一定是缺乏特色吗？分享4间京都附近的寺庙景点，颠覆你的印象，在安静的环境中，还能欣赏绝佳的风景。这4间寺院从京都出发的交通时间都在40分钟以内。我很难说它们是秘境，因为它们知名度不低。但不知为何，这里人潮不多，参观时还因为人少而有一丝丝神秘感。想要感受这股吸引人的神秘魅力吗？现在就一起出发吧！十三寺虽然位在知鹤，但交通时间比一些京都的寺院还短。从京都坐 JR 琵琶湖线到13站，再转京阪13坂本线，下车走10分钟就到了。13寺创建于公元749年，是一座拥有超过1200年历史的古老寺庙。可以爬上这条长长的台阶，或是走旁边这条小径，都可以到达寺内主要的建筑群。观音堂、毗沙门堂和玉隐堂的古朴风格，忠实地记录岁月的痕迹。13寺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多个时代的元素。本堂是面积最大的建筑，也是国宝，是信徒们参拜的主要场所。寺庙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，是日本3大观音之一。多宝塔以其优雅的结构和精美的雕刻，成为13寺的象征之一。
13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，并在平安时代达到鼎盛，成为朝廷和贵族的信仰中心。境内有一座指示部的雕像，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，并完成了《源氏物语》的部分章节。站在高点，还看得到赖田川的水光山色。境内绿树成荫，夏天来访还会觉得有点凉爽。来13次参观，还可以把山景寺和琵琶湖串成一个一日行程，就像是京都郊区的小旅行，感受自然与历史人文的魅力。坐京阪京都线电车到长冈天神站下车，步行不到10分钟就会到长冈天满宫。神社外围有个很大的池塘，8条之池，岸边有如火烧的枫红，为即将出现的美景拉开序幕。穿过入口的大鸟居，走过旧太古桥，像是步入神的领域。马路上的车流声逐渐消失。有红叶夹入的参道，让这里充满梦幻的感觉。参道走到底，有个叫做井井院的小庭园。小小的水池被红叶环抱着，像是一幅由红色染成的水墨画。长冈天满宫创建于901年，供奉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。学生都会来这里参拜，祈求学业顺利和成功。境内当然也有腐牛，抚摸它就能带来好运。白梅殿除了是提供休息的场所，透过窗户向外看，像是画框圈定的一幅画。这里没有北野天满宫的参拜人潮，却多了股安心的幽静气氛，带着一股神圣而坚定的魔力，像是为学子默默地在加油打气。
时间够的话，还可以走到后面的梅林及长冈公园，或是和红叶民所光明寺串成一个半日行程，好好感受京都西郊的宁静魅力。坐地下铁东西线到三科站，再走路15分钟，就会到毗沙门堂。这里虽然属于京都市，但不在主要的观光区范围，因此人潮会少一点。途中会经过三棵疏水道，这是从琵琶湖送往京都的水源。毗沙门堂最有名的是秋天的红叶景观。参访的时间刚好是见晴的时段，外围的枫叶林吸引了一些摄影爱好者。人王门前的陡峭台阶是正门，门口还有个很抢镜的灯笼。毗沙门堂始建于703年，后经几次损毁，现在看到的本殿是1665年重建的建筑。在本殿后方有一小片红叶林，包围着高台辩才天。这里像个布局精巧的艺术品一样吸引人，看起来很简单的景致，我却在这里停留发呆了好久。高台辩才天又叫做不老辩才天，站在这里好久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是不是就不会变老了呢？城殿里面有些富有历史的艺术品，后方的晚翠园是个精致的小庭园，石桥、宝塔被红绿相间围绕的建筑，这里有种让人沉浸的魔力。热石门这里是个经典的拍摄地，前方的台阶两旁种满红叶，秋天落在地面的叶子铺成一张红色的地毯，是摄影家最爱的画面。因为这个经典画面，这里也是拍婚纱照的热门景点之一。我参访的时候，就同时有2组新人在拍摄。
走到红叶地毯的位置，更能感受到浓浓的秋意与喜气。在这里就像是婚礼的红毯，充满幸福的感受。室外的天空精彩程度不输给室内，绝对要列入秋天的红叶必访清单里。回程的路上，沿着3棵疏水道散步，身旁偶有放学的中学生经过，是一条步向青春与浪漫的道路。这里可以和吉祥山安祥寺串成一个半日行程，感受3棵地区的安静与美丽。坐地下铁或近铁到竹田站，再转18号公车，就会到城南宫了。这里虽然离市区不远，但是位在京都站南侧，远离主要的观光区域，所以人潮不多。西元794年京都建成的时候，为确保首都的和平与安全所建，已有1200年的历史。在风水学中，城南宫是4神中的朱雀守护地。城南宫被称为宝玉神社，可以消除搬家、建造及家务的烦恼。参拜完之后，接下来的行程才是重头戏。拜殿和本殿其实被一大片庭园围绕着，建造这片庭园的庭师是被誉为天才园林设计师的中根金作。这片庭园由5个不同品位的区域所组成。进入入口会先走到春山，这一区是仿照《源氏物语》中描绘的光源氏宅邸所设计的庭园。不过这里大多种植春天的植栽，所以初冬时过来，看不到这区的最美景色。走过本殿后方，会到平安之庭。这一区以红叶包围的水池为核心所建。平安庭园是仿照平安时代贵族住宅的神殿造庭园而建，位于视觉焦点的池塘，还有小溪流过。地上爬满青苔，从初夏到深秋，生机勃勃的新绿和火红的秋叶，一定会让人流连忘返。以城南宫的知名度来说，我很难想象这里会没有游客，以至于一个人独享的时刻，除了感觉很幽静，还有一种
贵族般的奢侈感受。走到另一区，还有3个不同风格的庭园。士丁之庭是一个带有池塘的散步花园，仿照士丁时代的风格建造，反映当时流行的茶道、插花和能剧等日本文化特色。桃山之庭则是以宽阔的草坪代表海洋，散落的岩石代表沿岸的岛屿，以此象征武士寻求统一国家，并遭遇欧洲文化的时代背景精神。城南立修庭园是枯山水庭园，平坦石头铺成的小路代表鸭川，绿草代表土地，岩石代表宫殿，重现平安时代后期的离宫景观。其实城南宫的景色是值得来一趟的，那为什么人潮那么少呢？这里离其他观光景点都有点距离，专程来一趟，交通的时间成本太高。不过，如果回程从竹田站坐近铁，把经过的东市串成一个一日行程，就能尽享古迹与美景的视觉飨宴了。京都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股无止境的深度。市区范围内已有无数的观光景点，而近郊区域还有很多风格各异的景点。你说这样的城市怎能不让人一去再去呢？如果你也喜欢探索京都的深度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感受这座古城的魅力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